大家好，我们来说一下肖战的最新新闻。肖战代言呢跻身国酒前排，商业价值增长太强劲，排名呢仅次于五粮液。肖战代言的方面呢，虽然说没有新的品类加入，但是各项成绩呢绝对没有一个真正的同行来说肖战带货能力不行的。如果有人说呢，那这人呢铁定是小出高范围的人，再或者就是假业内睁眼说瞎话。还有人说肖战被品牌抛弃了，此话怎么讲呢？先来看看起初待遇就和别人不一样。肖战卷入的网络事件呢，从立案的级别就能看到，不是普通的网络事件。从开年到现在，公众人物因网络攻击而维权成功的案例不少，张艺兴、吴亦凡、杨紫、胡歌等等。如果说攻击他们的级别是大王，那肖战这个级别呢就是王者。风车在平台上呢边攻击还边卖假玉石类的产品，有狐呢在网上卖着35品牌的面膜，还被自己的粉丝给投诉。南瓜呢卖牙刷等物品，在字母站充电打赏40万加。为了给支持的人一个交代呢，硬着头皮和肖战工作室打官司。8月份还在叫嚣着肖战我们要见面了，结果找个要2审的理由就把他粉丝呢给搪塞过去了。工作室企业信息上面呢没有更新，更没有2审的信息，说明了什么？南瓜知道，但是这40万的坎是过不去的。瞅看，就要靠肖战来发家致富，怎么可能让他胡？包括唱衰的人，为什么唱衰的是肖战而不是别人？因为唱胡别人没争议，更是没人看，那流量自然起不来。就比如因为老赖父母而影响的黄姓艺人，突然爆出疑似恋情问题，大家谁关心他的恋情啊？已经这么糊了，只是更糊一点罢了。但肖战不一样，全网皆知他是被陷害的，唱反调，建对立，在互撕。平台呢要的就是流量，退千万不讲，那些被抵制者不停骚扰的商家确实烦了，不敢找他代言。但是就这仅剩下的几席代言中呢，也绝对能够打倒一片坐拥10几个代言在手的带货实际。代言要那么多干嘛呢？随便捡一个来说，小玫瑰，高端鲜花市场里面绝对称得上赢家之一，没人反驳吧？今年备受影响的实体行业复工延期，物流更是延期，还限制呢发货的地域，鲜花市场面临的绝对是寒冬。小玫瑰主打的永生花产品解决了鲜花需求的困扰，唯独小玫瑰逆势增长，光上半年的成绩远超同期全年的成绩200%，用财神爷本尊来形容真的是再合适不过，又省钱又好用。上半年一样推出联名款的小灶加微组合，在618上面的成绩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代言百威在2020年上半年的财报呢就已经显示指数成万倍，在618的购物节呢，微和灶联名活动成为单月销量最好的品类。小灶就更狠了，直接跻身于成立且上线不足2年，拿下同类第1名的高位，增长指数呢3000%。百威呢在整个亚太区的成绩登上福布斯中文网，直接跻身酿造酒品牌生产市场份额第2。单6月份上面肖战代言的博斯单元成为电商最畅销的库存单元，这个在第一财经呢也有报道。再看看最近的成绩，今年的双11活动一改以往的习惯，从10月底就已经开始大操大办了。李佳琦呢和薇娅成为最富有的打工人，一天的成绩呢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望尘莫及。可以这样换位来想，就肖战代言的品类压根不需要去直播间助力，直接帮品牌省掉了邀请头部主播的流量去帮忙带货，这样呢不仅省掉了高额的坑位费，也减少了对肖战的价值消耗。再看双11的成绩，是11月第1天就开始的成绩，代言的百威呢又刷新了新品牌的成绩。这是肯定有人说数据是粉丝刷的，一会儿说是鹅厂太子，现在难道要说阿里也姓肖了吗？这些成绩呢其实在圈外人的眼里就是看一看热闹，但是在从业人员的眼里就不是这样看的。总结这个数据就是一个从业酒类工作的一个博主总结的，而且呢并不是肖战的粉丝，单单只是为了感叹代言人的带货能力强劲而已。
很多网友呢对这个数据最大的感知就是肖战带货不错，其他没兴趣。但其实呢，这个数据的含金量很高，又算是一次重大的跨越。预售中呢，时间依然是从11月1号为起点，在食品饮料类排名 TOP 20里面榜上有名。看到关键字呢是食品饮料类，大部分以线上终端为主的百威排在了第20位，是食品类唯一一个啤酒品类挤进前20的品牌。另外一个燕京的大明排在第62位，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数据呢不会骗人。在第3季度的报告上面呢，亚太市场份额较第2位制造高出2倍以上，同比增长了10317%。现在品牌大区决策人呢，应该要偷笑没有换掉代言人的明智之举，还是夜里偷笑的那种。在猫商城酒类的销售指数占 TOP 5，这次单品类只有9，在一众国酒品牌中呢，这绝对是个异类的存在。这其中前3位呢是猫的自营或者是品牌自家的旗舰店，以品牌现身呢仅次于五粮液。五粮液在国人是什么地位呢？相信不用多的介绍了，硬通货的级别。但千万不要拿洋酒来比较，这两个呢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真是跨界破界闯世界啊！代言的奶制品呢，双11的数据也出来了，品牌呢是 TOP 1，肖战代言的两者呢皆上榜。这半年肖战确实是如外界唱胡的一样，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品牌代言，而带货能力确实是一骑绝尘，只要有还不限量发售的，直接给整成售罄了，这样很多路人呢有心去买，也落着抢不到的份儿。早在网络事件开始呢，就倡导粉丝们不打榜、不应援、不氪金。如果这时官宣了什么新的代言，不知道这割韭菜3个字还能不能拿掉。他作为圈中的第一人，大破大立，甩掉流量的标签。如果非要把肖战作为流量定义他的话，那流量也是一骑绝尘。就比如肖战参加的那场小玫瑰私域的直播，除了主持人以外，另外2位是品牌的工作人员。以发布会的形式，肖战只是来参加了半个小时，第2天呢就携品牌一起登上了国外数十个国家的热搜前排，还上了世界趋势。这是花了代言人的时间，却做出来上亿价值的广告宣传。所以现在谁说没人找他代言，或者是说代言的销量稀烂，这种胡话呢理都不要理，浪费大脑。什么有肖战代言就不买，感觉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真的想说无知就算了，还那么自信。年初粉丝在荒壁上种的树都长了出来，你们是个人有没有点长进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肖战粉丝出事了，思维导图流程详解，价值6位数，挤进2线，亲测有用。谁曾想到呢，这个猫碗空降的消息呢，溜的最多的竟然不是肖战的粉丝，彰显出了异常的冷静和漠视，而是溜了黑肖战的那帮人，从头到尾呢溜了一个遍，真的是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冯高人。相信有很多网友呢看到网上抛出的那张红头文件的信息，上面呢确确实实大大方方的呢显示了邀请肖战来参加。但是呢，这份既然是你邀嘉宾，意思是邀约的不一定要全部来。但是呢，被网友们发现这份红头文件呢并不是那么简单。在10月27号呢，申请参加核定人数为198人，其中特别地区人员只有邓紫棋和郎朗的妻子吉娜，共计214人。而在猫晚举办的当天，这份文件上面呢，内容演员呢有变化，还特别写出了内地演员肖战等人。忙得剁手，4日的早上呢，被网友扒出承办此次活动的上海市演出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其中的高管所关联的企业，外投的企业中和文化演出有关的公司共14家，其中就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你说巧不巧？简直是巧夺天工，无巧不成书啊！为什么每次肖战被画的饼都有外部助力？风车等人能直击要害，果然是有高人助力。大家回忆一下最巧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神操作，事情要回溯到8月23号的下午，官博呢发布了一张乱涂乱不文明的斥责，
出现在图中的是博君一笑是真的简写的拼音字母，且还是2处，一处还增加了中文小可王的姓氏。在回复中呢，说遭到了粉丝的谩骂，无意冒犯到某些粉丝，看着我见优怜。原来这表里表气，真的表演真的是处处可见。当天呢就被赞上了热门。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这其中被骂的就是肖战的粉丝，没素质，乱涂乱画。这里面可是 CP 粉的简称，挨骂的永远只有一个。有好事的时候呢，哥哥可以没有，但是弟弟必须有。坏事的时候呢，弟弟也很难受，只有努力做好事业，才对得起哥哥的牺牲。具有特殊意义的签名墙，想要被保留下的美好回忆，还不到24小时就翻车了。有当地的网友上传，真实情况如图。上海话剧中心的官博斥责的乱涂乱画，简直就是笑话。具有特殊意义的墙上，既没有标注请勿乱涂乱画，也没有标注仅供参观的标语，更没有出现特别观赏的墨宝，和重庆川美事件一模一样，也上了当地新闻。但只是对这一块墙进行报道，且谴责了一部分的粉丝。结合这些呢，这不就串上了吗？这巧不巧？猫们呢，当天买票的黄牛用华晨宇彩排的糊涂充当是肖战彩排，但眼神的好的网友呢，立马发现了彩排中花花专用的话筒大红色曾在个人演唱会中多次出现过。要知道，歌手是很注重话筒的，尤其是那些开全麦的实力歌手，都有自己的定制款，这个是不会重复的。黄牛买票的话术就是万一有肖战呢？黄牛内心当中呢知道没有肖战，但是为了卖票也得撑过去。黑子呢一直笃定的有肖战，从未出现一张图来证实自己出的话。真正的粉丝呢忙着抢代言，哪有时间管这些？如果有时间就不会出现误买5盒胃泰，把部分地区的数量抢断货吧。来回的车轱辘，粉丝已经明白其中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粉丝如果开个文化公司，主办营销互动业务，也绝对能够成为业界翘楚，不输现在专业公司。这用思维导图做了一份详细的流程，正儿八经的说，在业内值6位数，分分钟挤进2线行列。造饼、类型、特点、流程。举饼，头部强调饼的真实性，黑子负责骚扰和举报。带桑粉圈，营销号联动黑子、PP 黑子、假业内。居工作室，假业内路人 PP 黑子脱粉表演，顾黑成功了，拘掉了，抵制有用。粉丝清醒的超出常人了，自然就溜不到他们。他们被关注的速度早已超出了业界对2线明星的关注度。没个作品啥的也能轻易上热搜，就会被人说成营销咖。没作品天天上热搜，但是肖战粉丝就不一样了，动辄就冲上前排，被指指点点。不愧是肖战带火的人，清醒的女明星肖飞侠。好，今天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